换嫁那夜我没哭，太子亲自来的，说庶妹身子弱，北境苦寒，叫我替她受着。我只问了他一句话，你舍得吗？他看向窗外，没有回答。我懂了，我换上素衣，坐进花轿，连妆都没有卸。庶妹那边鼓乐喧天，她被他牵着走进了东宫。我这边轿帘落下，皇城越来越远，花轿出城10里，忽然被一队人马拦了下来。国师翻身下马，颤着手掀开我的轿帘，对上我的眼睛，当场跌坐在地。太子，你把奉命之女亲手送出去了。大婚前夜起了风，冷风卷着喜乐声，吹进我空旷的殿宇。隔壁的院子，我的庶妹沈云柔那里，鼓乐喧天，人声鼎沸，而我这里只有一个贴身侍女玉竹，红着眼圈，替我将凤冠霞帔一件件脱下。太子萧焕，我未来的夫君，就站在门外，他没有进来，他的声音和这夜风一样冷。青瓷云柔身子弱，北境苦寒，你替他去吧。玉竹的手一抖，一件珠翠霞帔滑落在地，发出沉闷的响声。我没动，甚至没有回头。我看着铜镜里自己那张精致到有些失真的脸，这张脸曾是京城所有贵女艳羡的对象，这张脸曾让太子萧焕在万千人中一眼定情，如今也要被亲手送走了。我只问了一句，你舍得吗？良久的沉默，沉默是比刀子更锋利的回答。他最终也没有回答我，只听到窗外传来他压抑的声音，委屈你了，我会补偿沈家。我懂了，他不是补偿我，是补偿沈家，补偿那个把我养大又轻易舍弃了我的沈家。我轻轻笑了一声，好，就一个字。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因为我知道，当一个男人决定舍弃你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哭是错，闹是错，连呼吸都是错的。我亲手换上那套为和亲公主准备的素白衣裙，连妆都没有卸，就这样用太子妃的妆容去嫁给那个传说中茹毛饮血的北境之王。荒唐也痛快。我坐进了去往北境的花轿，轿帘很薄，挡不住隔壁院子的喧嚣。我能听到沈云柔娇柔的笑声，也能听到萧焕温柔的安抚。他们真是一对璧人，而我是他们爱情故事里那个多余又碍事的背景。玉竹想跟着上轿，被我拦下了，留在这里替我看着。她哭着问我，小姐看什么？我看着她一字一句，看着他们是怎么后悔的。轿帘落下，隔绝了所有声音。皇城的繁华在我身后越来越远，最终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灯火。花轿在夜色里颠簸前行，不知走了多久。就在我以为我的后半生就要在这颠簸和黑暗中度过时，花轿猛地一停，外面传来兵刃相接的锐响和侍卫的怒喝：“来者何人？竟敢阻拦和亲花轿！”一个苍老而急切的声音，像是要撕裂这寒冷的夜。让开，我要见公主。混乱中，轿帘被一只颤抖的手猛地掀开，风灌了进来。我看到了来人，当朝国师玄尘。他一身星象道袍，发冠歪斜，脸上满是汗水和不敢置信的惊恐。他对上我的眼睛，看清了我这张没有卸妆的脸，然后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皇帝都要敬他3分的国师，当场腿一软，跌坐在冰冷的泥地上。他的嘴唇哆嗦着，眼里是毁天灭地的绝望。完了，太子，你把真正的奉命之女亲手送出去了。玄尘国师的声音像是濒死的哀鸣，周围的侍卫都惊呆了，他们看着我，又看看跌坐在地的国师，不知所措。我坐在轿子里没有动，夜风吹起我的碎发，我觉得有些冷。奉命之女这个词，我从小听到大。玄尘国师在我出生那年就曾批命说，沈家嫡女身系国运，乃是天生的奉命。所有人都以为这奉命是当太子妃，是当未来的皇后，所以我和太子萧焕的婚事是早就定下的。没人想到这奉命还有第二种可能。我看着玄尘，国师现在说这些晚了。我的声音很平静。玄尘猛地抬头，老泪纵横。不晚，公主跟老臣回去，现在还来得及，只要您还在城外，一切就还有转圜的余地。回去，我笑了。回去看萧焕和沈云柔浓情蜜意吗？回去继续当那个被舍弃的沈青瓷吗？国师圣旨已下，花轿已出城，均无戏言。我沈青瓷从今日起就是北境的和亲公主，不再是太子的未婚妻。我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玄尘的心上，他痛苦地闭上眼。可是国运，国运，我打断他，那是皇帝和太子该操心的事，与我一个和亲的公主有什么关系？我的冷漠让玄尘浑身一颤，他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女子已经不是那个深爱太子、顾全大局的沈家嫡女了。他的心在被舍弃的那一刻已经死了。与此同时，东宫红烛高照，满堂喜庆。萧焕牵着身穿大红嫁衣的沈云柔，接受百官的朝贺。沈云柔面带羞涩，眼波流转，美不胜收。萧焕看着她，眼里是从未给过我的温柔。可不知为何，当喜官高唱送入洞房时，他的心猛地一空，像是最重要的东西
被人硬生生弯掉了一块。他下意识地看向宫门外的夜色，那个方向是北境。他想这个时候沈清慈应该已经出城很远了吧？他有没有哭？他那么爱他，一定哭得很伤心。这个念头一起，他的心口竟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司天监的官员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脸色惨白。殿下，不好了，地星暗淡，紫微宫有星辰偏移之兆啊！满堂宾客瞬间死寂，所有人都知道紫微宫代表着皇权国祚。萧焕的脸色也瞬间变了，他厉声喝道：宣城国师呢？官员颤抖着回答：国师，他一刻钟前不顾阻拦，策马出城了。出城？这个时间，这个方向。萧焕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什么东西炸开，他一把推开身边的沈云柔，疯了一样向外冲去。城外10里，玄尘还想再劝，我却已经放下了轿帘。国师请回吧，北境之王还在等我，莫要误了吉时。轿夫抬起花轿，准备继续前行。玄尘带来的侍卫和护送我的侍卫对峙着，谁也不敢真的动手。就在这时，玄尘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他对着我的花轿长身一揖：既然公主心意已决，老臣不敢强求，但奉命关系国运，老臣身为国师，职责所在，不敢有失。他直起身，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稳。从今日起，老臣愿追随公主，同赴北境，以尽绵薄之力。他竟然要跟着我去北境，这不亚于一场朝堂地震。我掀开轿帘看着他，国师，你可想清楚了？玄尘目光坚定，想清楚了，太子错送奉命，大夏的国运便不在京城，而在公主您身上。国运所在，即是老臣心之所向。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那双写满决绝的眼睛，终于点了点头。好，那就走吧。队伍重新启程，只是我的和亲队伍里多了一个当朝国师。而就在我们离开后不久，萧焕策马疾驰而来，看到的只有一地凌乱的马蹄印和残留的清冷的风。一路向北，日夜兼程，越走天越冷，越走景越荒凉。半个月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北境的王都。没有红墙绿瓦，没有雕梁画栋，这里的一切都是用巨大的石头和粗壮的木头建成的，粗犷雄伟，充满了原始的力量感，风里都带着一股铁和血的味道。我的花轿停在了北境王宫的门口，没有欢迎的仪式，没有喜庆的音乐，只有2排穿着兽皮铠甲、手持弯刀的士兵，像狼一样盯着我们。轿帘被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掀开，我看到了我的心腹君，北境之王耶律烈。他很高，比我见过的所有中原男人都高，一身黑色的皮甲，衬得他肩宽腰窄，气势逼人。他的五官深邃，眼神像鹰一样锐利，鼻梁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更添了几分凶悍。这就是传说中能指小儿夜啼的男人。他看到我没有惊艳，也没有喜悦，他只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像是审视一件货物。然后他用带着口音的汉语冷冷地开口：大夏送来的和亲公主，看起来还没我手下的士兵结实。他语气里的轻蔑毫不掩饰，周围的北境士兵发出一阵哄笑，我身后的中原侍卫个个面露怒色。玄尘国师上前一步，想说什么，我抬手拦住了他。我走下花轿，站在耶律烈面前，他太高了，我需要仰着头才能看他。北境王，我的声音在呼啸的北风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叫沈清慈，从今天起是你的王后。耶律烈挑了挑眉，似乎有些意外我的镇定。王后？他嗤笑一声，在我北境没有坐享其成的王后。女人要么能生养最强壮的勇士，要么能为部落带来实际的好处。他向前一步，巨大的压迫感袭来。你能做什么？这个问题问住了我身后的所有人。是啊，我一个娇生惯养的贵女，能做什么？琴棋书画在这里连纸都珍贵，女工刺绣，这里的女人拿的是刀不是针。我看着她忽然笑了，我能让北境在今年冬天少死1万人。我的话让全场瞬间安静，连风声似乎都停了。耶律烈的眼睛猛地眯了起来，那双鹰一样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审视之外的东西，是探究也是怀疑。大言不惭，北境的冬天神仙都难熬，每年冻死饿死的子民不计其数，这是天灾。我摇了摇头，不是人祸。来北境的路上，玄尘国师已经把北境的资料都告诉了我。北境苦寒，物产单一，牛羊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但他们不懂得储存草料，也不懂得防治生出的瘟疫。一场暴雪，一场瘟病，就足以让一个部落毁灭。耶律烈盯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一丝心虚，但我没有，我的心里一片冰冷，也一片清明。从被萧焕舍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想要活下去，活得好，靠的不是男人的怜悯，而是自己的价值。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如果我做不到，我的命随你处置；如果我做到了，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耶律烈笑了，
那笑容里带着朗朗的野性和残忍。有点意思。好，我给你3个月，也给你一支百人队，任你调遣。他转过身，声音传遍整个王宫。但丑话说在前面，3个月后，你要是做不到，不止你要死，你带来的这些人都要为你的谎言陪葬。我在北境王宫的住处被安排在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院子很大但很空，石头砌成的房子，墙壁上挂着粗糙的兽皮，用来抵御寒风。没有精美的雕花木床，只有一张用厚木板搭起来的床榻，上面铺着厚厚的狼皮褥子，和我以前在神府的闺房一个天一个地。但我不在意，从我坐上那顶换架花轿开始，我就没想过要来这里享福。耶律烈给了我3个月的时间和一个百人队，这个百人队名为听我调遣，实则是监视我。队长名叫突谷，是个和耶律烈一样高大强壮的汉子，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到嘴角的刀疤，看人时眼神凶狠的像要吃人。他带着他的人往我院子门口一站，煞气冲天。玄臣国师有些担忧地看着我。公主这耶律烈野性难驯，北境之人只信奉力量，你一个弱女子想让他们信服太难了。我笑了笑，给他倒了一杯温水，这水里带着一股淡淡的咸味，是北境的特色。国师，我知道难，但世上本就没有容易走的路，你不是也说了吗？我的命系着大夏的国运，若我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还谈什么奉命？我的镇定安抚了玄臣，他点了点头，神色凝重。公主说的是，来北境的路上，老臣已经将搜集到的所有关于北境民生的资料都整理了出来。他们的症结主要有3，其一，草料不足，冬季漫长，牛羊过冬全靠秋季储存的干草，一旦遇上雪灾，干草耗尽，牛羊便会大批饿死。其二，牲畜多病，他们逐水草而居，不懂得防疫，一旦有牲畜染上瘟病，很快就会传遍整个族群，损失惨重。其3，不懂耕种，北境并非寸草不生，有些地方的土地是可以种植耐寒作物的，但他们只知放牧，不知耕种，食物来源极其单一。玄臣说的和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这些知识并非我天生就会，我身为沈家嫡女，未来的太子妃，从小学习的除了琴棋书画，还有内宅管家、农桑树务。我曾看过许多前朝的农书孤本，里面记载着各种各样应对天灾人祸的法子，只是以前在京城这些屠龙之计无处施展，如今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却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我叫来了那个名叫突谷的队长，他走进屋子，带着一身风雪，连行礼都懒得做，只是用那双凶狠的眼睛盯着我。南朝公主，找我何事？别以为王上给了你百人队，你就可以对我们呼来喝去。我们北境的勇士只听从强者的命令。我不生气，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突谷队长，我问你，去年冬天你的部落是不是因为一场暴雪损失了近300头羊？突谷的脸色猛地一变。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他心里的痛，那300头羊是他们部落过冬的口粮，也是来年春天的希望。就因为那场该死的暴雪，一切都完了，部落里许多老人和孩子都没能熬过那个冬天。我继续说，我还知道让你的羊死的不是暴雪，是无知。如果你们懂得在入冬前将秋天的青草混合一些谷物，密封发酵制成青柱，那它的营养远胜干草，足够让你的羊群安然过冬。如果你们懂得用石头和泥土搭建坚固的暖棚，而不是只用简陋的帐篷，你的羊就不会被活活冻死。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敲在突谷的心上，他脸上的凶狠慢慢褪去，变成了震惊和难以置信。这些东西是他从未听说过的。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我凭什么信你？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睛。就凭我敢拿自己的命和你所有部下的命做赌注。现在我需要你带人去城外的牧场，按照我的图纸建造暖棚。我还需要你帮我收集大量的秋草，越多越好。你敢不敢再赌一次？突谷被我眼里的决绝镇住了，他看着我，这个看起来比羊羔还柔弱的南朝公主，身体里却仿佛藏着一头雄狮。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屋子里的空气都快要凝固。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一个低沉而充满压迫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律烈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门外，他一身黑衣融在夜色里，只有那双眼睛亮得像雪原上的孤狼。他听到了我们所有的对话，他看着我眼神复杂，不再是单纯的轻蔑。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南朝公主到底能给我北境带来什么。耶律烈的命令无人敢违抗，突谷虽然心有疑虑，但还是带着他的100个手下，开始按照我的图纸在王城外的牧场上动工，建造暖棚。是个大工程，需要大量的石头和木材。北境的汉子们力气大，
干活也利索，但他们做惯了粗活，对图纸上的精细尺寸总是把握不好。我没有待在温暖的宫殿里遥控指挥，我换上了一身利落的北京胡服，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待在工地上。风沙吹乱了我的头发，阳光晒伤了我的皮肤，但我不在乎，哪里尺寸不对，我亲自去量，哪里结构不稳，我爬上爬下地检查。我的亲力亲为让那些原本对我充满敌意的北京士兵眼神渐渐变了，他们开始收起轻视，多了几分敬畏。秃骨对我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戒备变成了沉默的观察。除了建造暖棚，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作青贮饲料。我让他们挖了几个巨大的深坑，铺上石板和干草，然后将收割来的新鲜牧草、玉米秸秆还有一些磨碎的豆粕一层一层地铺进去压实，最后用泥土密封。这个过程在北京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公主好好的草为什么要埋在土里？这不都烂掉了吗？牛羊怎么吃？面对质疑，我没有过多解释。我知道说再多不如做一次给他们看，事实是最好的证明。除了这2件大事，我还注意到一件小事，王宫的羊圈里有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病恹恹的被母羊抛弃在一边。负责的牧民摇着头说，这几只小羊活不成了，这是北境的常态，体弱的幼崽会被自然淘汰。我却让玄臣国士帮我找来了一些草药，又向厨房要了一些羊奶和豆粉。我将那几只奄奄息的小羊羔抱到了我的院子里，我亲手给他们搭建了一个小小的铺满干草的窝棚，挡住寒风。我把草药熬成汁，混合着温热的羊奶，用一个削尖了的小木管一点一点地喂给他们。我每天都亲自照顾他们，给他们擦拭身体，清理排泄物。秃骨和他的手下们休息的时候会围在我的院子外，好奇地看着。他们看着我这个金尊玉贵的南朝公主，像个最卑微的牧民一样侍弄着几只快死的小羊。他们的眼神里有不解，有嘲笑，但渐渐的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触动。过了7、8天，奇迹发生了，那几只被断言必死无疑的小羊羔竟然慢慢缓了过来，它们开始能自己站立，颤颤巍巍地跟在我身后，发出细弱的叫声。当他们第一次主动凑过来舔我的手指时，整个百人队都轰动了。秃骨冲进我的院子，瞪大眼睛看着那几只活蹦乱跳的小羊，又看看我，他这个铁打的汉子眼圈竟然有些泛红。你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明明已经快死了。我摸着小羊柔软的绒毛，轻声说，他们只是病了，冷了，饿了，给他们温暖，给他们食物，治好他们的病，他们就能活下来。生命有时候很脆弱，但有时候也很坚强。我的话像块石头投进了在场所有北京汉子的心里，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再也没有了怀疑和轻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就在这一刻，我终于在这片土地上敲开了第一道信任的门。耶律烈也来看过那些小羊，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在远处看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男人像北京的雪山一样深沉冷硬，让人看不透。暖棚的建造越来越顺利，倾注的坑也一个个被填满密封，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甚至开始教一些心灵手巧的北京妇女如何利用羊毛纺线织成更保暖的毛毡。我以为我可以按部就班的用3个月的时间来兑现我的承诺，可天灾从来不会按照你的计划到来。这天傍晚，天空变成了诡异的暗红色，一个牧民骑着快马连滚带爬地冲进了王宫，带来了最坏的消息。王上，不好了，西边300里外的黑山部落爆发了羊瘟，已经死了上千头羊了，而且还在往我们这边蔓延。羊瘟这2个字像一声惊雷，炸响在所有人耳边。这在北京是最可怕的灾难，意味着死亡和毁灭。整个王宫瞬间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曾经说过，我可以防治牲畜的瘟疫，如今瘟疫真的来了，这是对我最直接也是最残酷的考验。我看到耶律烈转过头，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带着风暴来临前的压抑和森然的杀气。我知道我的3个月之期被提前了。羊瘟的消息像一场飓风，瞬间席卷了整个王都，恐慌在蔓延。北境的子民对这种瘟疫有着最原始的恐惧，一旦爆发，根本无法控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为生的牛羊成片死去，然后等待饥饿和寒冷的降临。耶律烈的王帐里挤满了闻讯赶来的各个部落的首领和将领，他们个个面色凝重，吵嚷不休。王上必须赶紧向天神祭祀，求天神息怒啊！不如将黑山部落的羊群全部赶到死亡之谷，让他们自生自灭，免得传染过来。不行，黑山部落是我们的勇士来源，不能放弃他们。他们争论着各种古老而无效的方法，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真正有用的对策。我的到来让整个王帐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充满了怀疑、审视，甚至敌意。一个部落首领站了出来，
她长着一脸络腮胡，声音粗犷。王上，这个南朝女人来路不明，一来就闹出这么多事，说不定这场阳瘟就是她带来的厄运。她的话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附和。没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他烧死几天，说不定瘟疫就退了。恶意像潮水般向我涌来，我身边的玄尘国师气得脸色发白，正要开口驳斥，我却按住了他的手，向前走了一步，站到了王帐中央。我环视着这些充满敌意的北境首领，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耳中。烧死我！如果能解决阳瘟，我沈清慈绝无二话。但如果不能呢？你们就要眼睁睁看着瘟疫蔓延到王城，毁掉你们所有人的家园吗？我的话让叫嚣的人群为之一致。我转向坐在主位上一直沉默不语的耶律烈。王上，这场瘟疫是天灾更是人祸，只要应对得当，完全可以控制。络腮胡首领嗤笑一声，说得轻巧，你一个南朝来的娇小姐，懂什么瘟疫？你知道死去的羊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瘟疫传的有多快吗？我没有理他，只是看着耶律烈，一字一句地说道：控制疫情需立刻执行4件事。第一，封锁，立刻派兵封锁黑山部落以及周边所有牧场，严禁任何人畜随意走动，切断传播途径。第二，隔离，将部落里所有健康的牲畜立刻转移到上风向的隔离区，所有出现症状的，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要严格隔离。第三，扑杀，所有已经确认病死的以及病症严重的牲畜，必须立刻就地深埋或焚烧处理，绝不能随意丢弃。第四，消毒，用石灰草木灰对所有被污染的草场、水源、羊圈进行彻底消毒。我的话让整个王帐陷入了诡异的寂静。我说的每一个词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封锁、隔离、扑杀、消毒。这在崇尚自由、逐水草而居的北京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络腮胡首领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胡说八道，把好好的羊杀了烧了，这是对长生天的亵渎。封锁牧场，我们的牛羊吃什么？你想饿死我们吗？你这个女人果然是来祸害我们北境的。更多的人开始附和，群情激愤，他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天神，也不愿相信科学的防疫方法。我没有再和他们争辩，我的目光始终落在耶律烈的脸上。我知道这里只有他能做决定，成败生死全在他的一念之间。耶律烈的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击着，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的眼睛像深渊一样凝视着我，似乎要将我的灵魂都看穿。许久之后，他敲击的手指停了，他站起身，巨大的身影投下一片阴影，笼罩了整个王帐。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就按他说的办。3个字让所有的嘈杂戛然而止。络腮胡首领还想再说什么，却被耶律烈一个冰冷的眼神吓得把话咽了回去。耶律烈走下王座，来到我的面前，他的压迫感几乎让我窒息。我再信你一次。他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会亲自带兵跟你去黑山部落。他俯下身，在我耳边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你的法子要是没用，我会亲手拧断你的脖子。他说完，转身大步走出王帐，声音传遍整个宫殿：秃骨点齐王帐卫队，半个时辰后出发。王帐里死一般的寂静。玄尘国师走到我身边，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公主这……我深吸了一口带着血腥味的冷空气，握紧了冰冷的手。国师，去准备石灰和草药，越多越好，这一仗我们输不起。半个时辰后，王宫门口，我脱下了南朝的衣裙，换上了一套紧身的黑色皮甲，将长发高高竖起。我翻身上马，动作利落。耶律烈骑着一匹神骏的黑马，已经等在那里。他看着我的装扮，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他没想到我这个南朝公主竟然会骑马。我迎上他的目光，没有丝毫畏惧。王上，可以走了吗？他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猛地一拉缰绳，出发。高大的城门在我身后缓缓关闭。我跟着耶律烈的卫队冲进了无边的夜色里。我知道我正奔赴的是一场决定我也决定整个北京命运的战场。我们抵达黑山部落时，天刚蒙蒙亮，但这里没有一丝黎明的生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腥臭和腐烂气息。放眼望去，草地上、帐篷外，到处都躺着羊的尸体，它们的身体僵硬，嘴角还挂着白色的泡沫。几只野狗在远处逡巡，发出低低的呜咽，却不敢上前。部落里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麻木的绝望。老人坐在帐篷门口，眼神空洞地望着天空。女人抱着孩子，无声地流泪。男人们则手持弯刀，警惕地看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我们的到来没有给他们带来希望，
反而激起了更深的敌意。一个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的萨满长老，拄着一根由羊骨和羽毛装饰的法杖，走到了我们面前。北境王，你带这个南朝女人来我们的圣地做什么？他的声音沙哑，充满了不祥的预言感。他会触怒山神，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灾祸。耶律烈坐在马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大长老，他是来帮你们解决阳瘟的。解决？大长老发出一声刺耳的冷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瘟疫是长生天降下的惩罚，是山神的怒火，凡人怎么可能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献上最虔诚的祭品，平息神明的愤怒。他的话得到了身后所有部落子民的响应，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像是看着一个即将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我下了马，平静地走到他面前。大长老，如果祭祀有用，你们的羊为什么还会不停地死去？我的质问让他一时语塞。我指着那些躺在地上的羊尸，这些死去的羊就是瘟疫的源头，他们的尸体污染了你们的草场，污染了你们的水源。如果不立刻处理掉，瘟疫会传播得更快，最后死的就不只是羊了。我说的是事实，但在他们听来却是对他们信仰的巨大打击。大长老的脸色变得铁青，他高举起手中的法杖。一派胡言，这些羊是长生天赐予我们的财富，就算是死了，他们的灵魂也要回归草原。你想动他们的尸体，就是与整个黑山部落为敌。他身后的男人们纷纷拔出了腰间的弯刀，对我们虎视眈眈，气氛瞬间剑拔弩张。秃骨和王杖卫队也立刻拔刀护在了我的身前，一场内斗一触即发。耶律烈皱起了眉，他显然也没想到自己部落的子民会如此顽固。他正要开口，用他的威严强行镇压，我却抬手阻止了他。我知道武力可以让他们屈服，但不能让他们信服。我今天需要的是他们的配合，而不是仇恨。我看着大长老，也看着他身后的每一个人。你们不信我没关系，但你们总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走向不远处一个看起来还算干净的羊圈，里面有几十只看起来还很健康的羊，是这个部落最后的希望。一个牧民紧张地拦住我：你别过来，这些是仅剩的好羊了。我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轻声说：让开。我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那个牧民竟然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我走进羊圈，目光在一只只羊身上扫过，它们看起来确实很正常，在吃着草料，发出咩咩的叫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终于，我的目光锁定在了一只半大的小羊身上。我缓缓走过去，蹲下身，那只小羊警惕地看着我，但没有躲闪。我伸出手，轻轻地拨开了它耳朵后面的绒毛，在它耳后的皮肤上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微微发红的肿块，非常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抬起头，看向那个拦住我的牧民。这只羊昨天是不是打过几个喷嚏？牧民的眼睛瞬间瞪大了，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你怎么知道？我站起身，转向所有人。这就是瘟疫的开始。它看起来健康，但其实已经被感染了。不出3天，它就会和外面那些羊一样，口吐白沫，倒地死亡。然后它会把瘟疫传给这个圈里所有的羊。我的话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湖面，所有人都震惊了。大长老更是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他活了一辈子，也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诊断方式。我没有给他们太多消化的时间。我看向秃骨，下达了第一个命令。秃骨队长立刻带人挖一个足够大的深坑，把所有已经死去的羊全部扔进去，撒上石灰，立刻掩埋，动作要快。然后我又看向耶律烈。王上，我需要您下令封锁整个黑山部落，在疫情没有完全控制之前，一只羊一个人都不许离开这里。最后我看向那个已经呆住的大长老。大长老，我现在需要你把你部落里所有懂草药的人都叫来，我要开一个药方，熬制汤药，给所有还健康的羊都灌下去。这是我们和瘟神抢时间。我的声音在死寂的部落上空回荡，冷静果断，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耶律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眼中的审视第一次变成了真正的凝重。他没有丝毫犹豫，拔出了腰间的佩刀，刀锋在清晨的微光下闪着森冷的光。所有人都听着，他的声音如雷霆炸响。从现在起，他说的每一个字就是我的命令，谁敢违抗，杀无赦。那柄象征着北境最高权力的王刀指向了地面，也指向了所有黑山部落子民心中最后的那点顽固。他们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耶律烈的命令比任何言语都有效。黑山部落的人
即便心中仍有疑虑，也不敢再公然反抗。整个部落像一台生锈的机器，在我的指挥下开始艰难地运转起来。掩埋尸体、隔离羊群、打扫羊圈、消毒草场，每一项工作都进行得异常沉重。我开出的药方很快由玄尘国师带着人去附近的山里采了回来，大锅支了起来，黑褐色的药汁在火上翻滚，散发出浓烈的苦涩气味。但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瘟疫的蔓延速度超出了我的预估。就在我们忙碌的这半天里，隔离区里又有10几只羊出现了症状，而被我诊断出的那只小羊已经开始站立不稳，嘴角也出现了白沫。恐慌再次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人们心头。他们虽然在干活，但眼神里的绝望却越来越深。他们不相信这些闻所未闻的法子真的能对抗天神的怒火。就连玄尘国师也忧心忡忡地找到了我。公主，这个药方虽然能抑制瘟疫，但药性太缓，恐怕等不到它起效，健康的羊就要被全部感染了。我何尝不知道，我在那些医书孤本上还看到过一个更猛的方子。那个方子见效极快，但其中用到了一味有毒性的草药，名为断肠草，需要以毒攻毒，剂量稍有差池就会变成致命的毒药。在南朝，这个方子被列为禁方，因为风险太高，从没有人敢尝试。可现在，在这片被死亡笼罩的草原上，这似乎成了唯一的希望。我看着远处那些眼神麻木的牧民，做出了一个决定。国师去采断肠草来。玄尘国师脸色大变，公主万万不可，此方太过凶险。前朝曾有记载，用此方救疫，结果生出成批暴毙，主持的官员被处以极刑，这简直是在用整个部落的命运做赌注。我摇了摇头，不，我们已经没有赌注了，再不做点什么，结果也是一样。我的决绝让玄尘国师说不出反驳的话，他只能叹着气，依言去办。当一株株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断肠草被送来时，整个部落都骚动了。大长老更是冲了过来，指着我，气得浑身发抖。毒药，这是毒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是想把我们黑山部落赶尽杀绝？牧民们也围了上来，群情激愤，刚刚才压下去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他们看着我，像看着一个杀人凶手。耶律烈的卫队再次将我护在中间，但这一次，连他们自己的眼神里都充满了怀疑。耶律烈大步走了过来，他抓起一株断肠草，放在鼻下闻了闻，他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沈清子，本王需要一个解释。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如果不能说服他，等待我的可能真的就是被愤怒的牧民撕成碎片。我迎着他冰冷的目光，也迎着周围所有人的怒火。王上，以现在的速度，不出5天，黑山部落所有的羊都会死光。这个药是唯一的希望。我知道它有毒，但我有办法控制它的毒性。大长老怒吼道：怎么控制？用我们的羊去做试验吗？我们黑山部落的羊就是死，也不能死在你这个南朝女人的毒药下。没错，我们不信你，滚出黑山部落！愤怒的声浪几乎要将我淹没。我看着他们一张张因为恐惧和愤怒而扭曲的脸，我忽然明白了，信任从来不是靠言语建立的，尤其是在生与死的面前。我深吸了一口气，做出了我这一生最大胆也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我从玄尘国师手中拿过那个刚刚捣好的混着断肠草的药丸，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我缓缓举起了药丸。你们不信我，不信我的药，好，那我就做给你们看。说完，我仰起头，将那碗黑褐色的散发着致命气息的药汁一饮而尽。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静音键，风停了，叫骂声停了，所有人的呼吸都停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他们口中毒如蛇蝎的南朝公主，面不改色的喝下了那碗足以毒死一头牛的药。时间仿佛凝固了，1秒、2秒、3秒，哐当一声，我手中的空碗滑落在地，摔得粉碎。而我站在原地，脸色平静。直到这时，所有人才如梦初醒。玄尘国师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公主！他冲过来，想要给我催吐，却被我抬手拦住。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猛地冲到了我的面前，是耶律烈。他的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脸上是前所未见的暴怒和惊骇。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力气大的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他死死地盯着我，声音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带着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你疯了！我的确是疯了。断肠草的毒性发作的比我想象中更快，先是喉咙像是被火烧一样灼热刺痛，紧接着是胃，如同有无数把刀子在里面翻搅，搅得我眼前阵阵发黑，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衣背。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但我咬着牙死死地撑着，我不能倒下。
至少现在不能。我看着耶律烈那双几乎要喷火的眼睛，挤出一个苍白的笑容。王上，你看，我没死，这个药剂量是对的，可以救你的羊。我的声音微弱的像风中的残烛。说完这句话，我再也支撑不住，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在我倒下的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落入了一个坚硬而滚烫的怀抱，耳边是耶律烈那惊怒交加的咆哮：传军医，快传军医！我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人已经躺在了一张铺着厚厚兽皮的床上，帐篷里点着温暖的火盆，驱散了外面的寒意。玄尘国师守在我的床边，见我醒来，老泪纵横。公主，您终于醒了，您吓死老臣了。我的嗓子依旧干涩疼痛，但那种致命的绞痛感已经消失了。我挣扎着想坐起来。羊羊怎么样了？这是我醒来后最关心的事。玄尘国师连忙按住我。公主您别动，您身子还虚，您放心，都好了，都好了。他激动地告诉我，在我喝下那碗药之后，所有人都被镇住了。耶律烈虽然暴怒，但还是立刻下令，按照我说的剂量，给一部分健康的羊灌下了新药。奇迹发生了，第二天喝下药的羊没有一只死亡，反而精神头比以前更足，而那些没来得及喝药的隔离羊群里又倒下了好几只。鲜明的对比让所有人都彻底信服了。3天，只用了3天，整个黑山部落的疫情就被完全控制住了，再也没有一只新感染的羊出现。那些已经感染但症状尚轻的羊，在灌下药后也开始奇迹般的好转。我沈清子，这个来自南朝的女人，用一碗毒药，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赢得了这场与瘟神的战争，也赢得了所有北境汉子的心。玄尘国师说着，帐篷的帘子被掀开了，秃骨走了进来。这个脸上带着刀疤，眼神一直像狼一样凶狠的汉子，此刻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走到我的床边，扑通一声单膝跪地。他低下头，用一种无比郑重，甚至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说道：我秃骨，北境王帐卫队队长，我为我之前对您的无礼和冒犯向您道歉。从今天起，我的这条命就是您的，只要您一句话，无论是谁，我都替您去杀。他说完，对着我行了一个北境最崇高的抚胸礼。紧接着，帐篷外传来了一阵整齐划一的甲胄碰撞声，扑通扑通扑通，那是上百人同时单膝跪地的声音。秃骨带来的那100个王帐卫队的士兵，此刻全都跪在了我的帐篷外，他们的声音汇成一股洪流，响彻了整个黑山部落的上空。我等参见王后，王后千岁。那声音里充满了发自肺腑的敬畏和狂热。我愣住了，玄尘国师也愣住了。我们都没想到，我那疯狂的举动换来的会是这样的结果。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进了帐篷，是耶律烈。他遣退了玄尘国师和秃骨，帐篷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他走到我的床边，定定地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后怕，有惊叹，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深邃。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为什么要那么做？你就不怕自己真的死了吗？我看着他，虚弱地笑了笑。怕，但比起死，我更怕输，更怕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所有人都绝望，而我无能为力。我的话似乎触动了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他眼中的冰冷渐渐融化。他伸出手，似乎是想碰碰我的脸，但手伸到一半，又僵硬地收了回去。他只是将一个温热的水袋递到了我的嘴边。喝点水吧。他的动作依旧笨拙而生硬，但我没有拒绝。我能活下来，多亏了他。玄尘国师告诉我，我昏迷后高烧不退，是耶律烈不眠不休的守了我2天2夜，用血水一遍遍地给我降温，又亲自将汤药一勺一勺的喂给我。这个像狼王一样冷硬的男人，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的关切。帐篷里很安静，只有火盆里木柴燃烧的逼包声。喝完水，他没有离开，我们就这样一个躺着一个坐着，谁也没有说话。外面的欢呼声渐渐平息了。黑山部落的大长老在所有部落子民的簇拥下走到了我的帐篷外，他没有进来，他只是在外面用苍老而虔诚的声音吟唱起了北境最古老的祈福歌谣，那是他们只为天神和最尊敬的王者才会吟唱的歌曲。歌声悠扬庄重，洗涤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死亡和伤痛。耶律烈听着那歌声，目光再次落回到我的脸上，这一次他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任何审视和怀疑，只剩下一种纯粹的、深刻的，甚至是带着一丝灼热的认可。他看着我一字一句，郑重无比地说道：沈清子，从
从今日起，你不再是维系两国和平的和亲公主。他顿了顿，声音变得低沉而有力，像是一个刻在石头上的誓言。你是我北境唯一的真正的王后。我醒来后的第3天，黑山部落为我举行了最盛大的祈福仪式。曾经是我为蛇蝎的大长老，亲手将一串用雪狼牙和鹰羽制成的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那是部落传承了数百年的圣物，只属于他们最敬爱的领袖。他浑浊的老眼里含着热泪，用最古老的礼节亲吻了我脚下的土地。王后，您是长生天派来拯救我们的神女，黑山部落及所有子孙将永远是您最忠诚的子民。部落里的孩子们将草原上采来的最美的野花编成花环，堆满了我的帐篷。女人们将他们最好的奶酒和烤肉源源不断地送来。男人们看着我时，眼神里再也没有了轻视和怀疑，只剩下最纯粹的崇拜和敬畏。我没有沉浸在这种敬仰之中，身体稍一好转，我便拄着拐杖，在玄尘国师的搀扶下走出了帐篷。我要去看看我的暖棚，还有我的倾注饲料。瘟疫的危机解除了，但真正的考验是即将到来的漫长寒冬，那才是在北境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当我出现在牧场的工地上时，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对着我俯胸行礼，他们的热情几乎要将我融化。我检查了暖棚的建造进度，比我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好。那些北境汉子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他们用最虔诚的态度打磨着每一块石头，搭建着每一寸墙壁，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在为我工作，而是在为他们自己的牛羊，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建造一个可以安然过冬的家。随后我带着所有人来到了第一个被密封的倾注坑前，这是检验成果的时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眼中既有期待也有不安，毕竟把好好的青草埋进土里，这个做法依旧挑战着他们世代相传的认知。秃骨亲自动手带着人挖开了封土，当厚重的石板被掀开时，一股浓郁的酸中带甜的特殊香气瞬间弥漫开来。那不是腐烂的味道，而是一种类似酒糟的发酵香气。坑里的牧草变成了黄绿色，质地湿润而柔软。这是什么？一个牧民壮着胆子伸手抓起一把，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好香。我笑了笑，让人牵来几头牛羊。这些牲畜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但当他们闻到那股独特的香气后，立刻争先恐后地凑了过来，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吃的比他们以往吃任何鲜美的草料都要香甜。这一刻，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他们看着那些倾注饲料，就像看着一座座金山。有了这些，他们的牛羊再也不用挨饿了。我站在人群中，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心里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这不是作为沈家嫡女的尊荣，也不是作为太子妃的荣耀，这是我沈清慈靠着自己的双手和知识为自己挣来的一片天地，一种价值。耶律烈一直站在远处的高坡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没有过来，也没有说话，但他的目光却从未从我身上移开。那目光深邃如海，里面翻涌着我看不懂的却能感受到的复杂情绪。傍晚，我回到帐篷，发现桌上多了一副手套，不是中原那种丝绸锦缎的，而是用一整块银狐的皮毛制成的，内里是细软的羊羔绒，温暖的不可思议。帐篷外传来耶律烈低沉的声音，他没有进来，只是隔着帘子对我说：“北境的风能把骨头都吹裂了，王后的手不是用来被风吹的。”说完，便响起了他离去的脚步声。我拿起那副手套，触手温软，仿佛还带着那个男人手心的温度。我看着帐外漫天的星辰，第一次觉得这片荒凉的土地或许也并没有那么寒冷。就在北境因为我的存在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千里之外的大夏京城东宫之中却是一片压抑的沉寂。初冬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萧焕站在殿前，伸出手，任由冰冷的雪花落在掌心，瞬间融化。他的心也像这雪一样又冷又空。自从我离去，国师追随而去的那一夜起，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地星暗淡的异象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夜夜缠绕着他。他将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身边的沈云柔，他给了他太子妃的无上荣光，给了他人人艳羡的奢华生活。他以为他选择的是爱情，是心之所向，可为什么每当夜深人静，他闭上眼睛看到的却全是我那张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的脸，还有我那句轻飘飘的问话：你舍得吗？现在他知道了，他舍不得，他不但舍不得，更是悔得肝肠寸断。一个从北境传回来的消息，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北境黑山部落爆发大规模阳瘟，此乃百年不遇之大灾。朝堂之上，他的臣子们甚至在幸灾乐祸，认为这是上天对北境的惩罚，是大夏出兵一统草原的最好时机。萧焕也曾一度这么认为，可紧接着传回的第二个消息，却像一道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和亲公主沈清
青瓷，以身誓要3天之内平息瘟疫。北境之王耶律烈感其恩德，昭告草原，立沈青瓷为北境唯一王后。如今整个北境都将这位来自南朝的王后奉若神明。他们说，她不仅带来了能让牛羊安然过冬的秘法，还带来了能对抗死神的药方。他们说，她是长生天赐予北境的福祉。福祉。萧焕咀嚼着这2个字，只觉得满嘴苦涩，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他送走的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被他厌弃的未婚妻吗？不，他送走的是大夏的奉命，是整个王朝的国运。沈云柔端着一碗参汤，袅袅挪挪地走了过来，柔声细语：“殿下天凉，喝碗参汤暖暖身子吧。”他伸手想为他拂去肩上的落雪，却被萧焕猛地挥手打开。滚！他一声暴喝，眼中满是血丝，那眼神是沈云柔从未见过的暴力和厌恶。参汤洒了一地，碎裂的瓷片就像沈云柔那颗惶恐不安的心。殿下您怎么了？他吓得脸色惨白，跪倒在地。萧焕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看着这张他曾经以为清纯柔弱、楚楚可怜的脸，如今却只觉得无比刺眼。就是为了这张脸，为了这个女人的几滴眼泪，他做了什么？他亲手将能庇佑大夏的凤星推入了敌人的怀抱，让他去庇佑他的敌人，强大他的敌人。身子若北境苦寒。萧焕一字一句，声音冷得像冰。沈云柔，你真是好手段，你可知因为你的柔弱孤乃至整个大夏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沈云柔浑身剧颤，她听出了萧焕话里的意思，关于沈青瓷在北境的消息，她也听说了。嫉妒和恐慌像毒蛇一样啃噬着她的心。她本以为沈青瓷去了北境，不死也要脱层皮，从此再也无法与自己相比。可谁能想到，那个女人竟然在绝境中闯出了另一片天。殿下，那都是谣言，是北境人故意夸大其词，想动摇我们军心的。姐姐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懂那些东西？说不定是她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她还在试图辩解，试图诋毁，可她的话在萧焕听来只觉得无比愚蠢和可笑。他闭上眼，满心疲惫。他想起了玄尘国师，国师是看着他和沈青瓷长大的，他不止一次地告诫过他，殿下青瓷公主才是您未来的皇后，是能与您携手开创盛世的国母。她的聪慧和坚韧远在您的想象之上。当时的他不以为然，只觉得国师迂腐。现在他才明白，那句句都是金玉良言，是他有眼无珠，是他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切。他不再看地上瑟瑟发抖的沈云柔，转身走入风雪之中，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从今日起，没有姑的命令不许踏出寝宫半步。他将沈云柔禁足了，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他再也不想看到这张时时刻刻提醒着他有多愚蠢的脸。他抬头望向遥远的北方，雪花模糊了他的视线。青瓷，我的青瓷，你还会回来吗？不，你一定不会回来了。你会在那片草原上成为真正的女王，而我将带着这份悔恨，亲眼看着我大夏的国运是如何在你手中一点一点流向我最大的敌人。北境的冬天来得又早又猛，鹅毛大雪连着下了3天3夜，整个天地都变成了一片苍茫的白色，气温骤降，滴水成冰。往年这个时候是北境最难熬的日子，部落里会开始出现死亡，先是抵抗不住严寒的牛羊，然后是体弱的老人和孩子。但今年一切都不同了，新建成的暖棚里温暖如春，牛羊悠闲地吃着酸甜可口的青贮饲料，膘肥体壮。部落的帐篷周围堆满了足够的柴火和过冬的食物，女人们坐在温暖的帐篷里，用我教的方法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厚实的毛毡和衣物。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嬉戏，小脸冻得红扑扑的，笑声清脆，到处都是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我当初对耶律烈许下的诺言，让北境在今年冬天少死1万人，我做到了。为了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丰年，耶律烈下令在王宫前举办一场盛大的雪夜宴，整个王都的子民都聚集在了这里。巨大的篝火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北境的汉子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围着篝火跳着粗犷的舞蹈，姑娘们唱着悠扬的歌谣，歌声在寒冷的空气里传出很远。我作为王后，坐在耶律烈的身边，接受着所有人的敬酒和祝福。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最真诚的爱戴，我微笑着回应，心中却有一丝恍惚。不过短短几个月，我的人生竟已是天翻地覆，从一个被舍弃的京城贵女，变成了这片草原上万民敬仰的王后。喧嚣中，我找了个借口，独自一人走到了王宫的城墙上。我喜欢这里的安静，雪还在下，纷纷扬扬。我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感受着它在我掌心融化的冰凉。一件带着温度的黑色大氅忽然从身后披在了我的肩上，我回头看到了耶律烈，他不知何时也跟了上来。这里风大。他言简意赅，他手里还拿着2个
烤得滚烫的土豆，塞了一个给我。暖暖手。我接过土豆，温热的感觉从掌心一直传到心里。我们并肩站着，看着城墙下热闹的篝火，一时无言。许久，他才低声开口，打破了沉默。黑山部落的事，你当时真的不怕死吗？他又问起了那个问题，我笑了笑，摇摇头。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的，但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输。我沈清慈可以被舍弃，可以被背叛，但绝不能做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我要让那些看清我的人知道，他们丢掉的是他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珍宝。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冰雪般的决绝。耶律烈沉默了，他转过头，深深地看着我。火光映着他的侧脸，将他深邃的五官勾勒得愈发硬朗。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里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炽热的情绪。你不是废物。他一字一句说得郑重无比，你是北境的珍宝。说完，他从怀里拿出了一样东西，不是珠宝，不是首饰，而是一把刀，一把短刀，刀鞘由鲨鱼皮制成，上面镶嵌着一颗幽蓝色的宝石，像极了雪原上空的星辰。他将刀递给我，送给你。我拔出短刀，嗡的一声清明，刀身如一泓秋水，在火光下闪着森然的寒光。刀柄处刻着一个古老的北境图腾，那是一头仰天长啸的孤狼。这是我的佩刀。耶律烈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跟着我杀了不下100人。在北境，男人将自己的佩刀送给一个女人，代表的是生命的托付。从今以后，他会代替我保护你，谁敢伤你就用它刺穿谁的心脏，就算那个人是我也一样。我握着那把刀，只觉得它重于千斤，那上面承载的是一个朗朗的承诺，是他最炽热、最坦诚的内心。我抬起头，迎上他灼热的目光。这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我那个远在京城已经模糊了的过去彻底结束了，而我在这片冰冷的雪原上真正的新生才刚刚开始。我对他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灿烂的笑容。好，我收下了。北境的冬漫长而酷烈，但这个冬天却成了草原上100年来最温暖的一个冬天。再没有一个孩子因为饥饿而哭泣，再没有一个老人因为寒冷而倒下。我带来的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像一颗颗种子，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出了最灿烂的生命之花。当春风第一次吹过雪山，带来融雪的气息时，整个北境都沸腾了，活下来了。他们所有人都安然无恙的活下来了。他们对我的称呼也从王后渐渐变成了雪山神女。他们说我是长生天赐予草原的女儿，是来庇佑他们的。我时常会站在王宫最高的塔楼上，看着远方，看着那些冒着炊烟的帐篷，看着牧场上追逐嬉闹的牛羊，看着人们脸上那种踏实而满足的笑容，我的心也跟着变得平静而丰盈。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安稳地过下去，直到那天，一队来自南朝的使团出现在了王都的门口。他们打着大夏的旗帜，为首的是太子少傅王崇，一个我曾经需要恭敬行礼的老臣。耶律烈在王帐中接见了他们。我坐在他身边的王后宝座上，身穿北境特有的银狐皮裘，头戴狼牙与宝石制成的冠冕，与我记忆中那个穿着素白衣裙被送上和亲花轿的沈清慈判若两人。王崇看到我的那一刻，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惊艳与懊悔。他清了清嗓子，拿出了那套在南朝宫廷里惯用的说辞。北境王，我朝太子殿下感念公主远嫁和亲之苦，特派老臣前来探望公主，并带来太子殿下亲笔手书。他说着，一个下属便捧着一个精致的锦盒呈了上来。耶律烈没有动，甚至没有看那锦盒一眼，他只是端起面前的马奶酒，轻轻晃动着，眼神玩味。太子有心了，不过本王的王后过得很好，不劳太子挂心。他语气里的疏离和占有欲毫不掩饰。王崇的脸色有些尴尬，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将目光转向了我。王后娘娘，太子殿下对您一直念念不忘，当日换驾实乃情非得已，是沈云柔小姐以死相逼，太子殿下为顾全沈家颜面，才出此下策。殿下心中始终是有您的，还请您亲启手书一阅。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忽然觉得有些好笑。情非得已，以死相逼，他把萧焕摘得干干净净，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一个弱女子身上。这就是南朝的臣子，这就是我曾经要嫁的男人。我没有去接那个锦盒，我只是淡淡的开口，声音在空旷的王帐里清晰的回响。王大人，你或许是搞错了，这世上早已没有了什么沈家嫡女沈清慈，坐在你面前的是北京的王后。过去的事我早忘了，至于太子的信就不必看了，我与他早已两清，没什么可说的。我的话让王崇的脸色彻底变了，他没想到我的态度会如此决绝，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他似乎还想说什么，耶律烈却放下了手中的酒杯，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整个王帐的温度仿佛都降了下去。他站起身，缓步走到王崇面前，他比王崇高出一个头还多，巨大的身影带着山峦般的压迫感。王大人，
他的声音平静，却暗藏雷霆。本王再说一遍，她是我的王后，不是你们大夏可以随意惦念的公主。你们送她来时，把她当成一件可以牺牲的货物，现在她在我这里成了无价之宝，你们又想用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把她要回去。他凑近王重，一字一句如刀锋般锐利。你回去告诉萧焕，我北境的王后，她请不走也抢不走，让她死了这条心，否则下一次来的就不是使臣，而是我北境的铁骑了。说完，他猛地一挥手，送客。秃骨立刻带着卫兵上前，像拎小鸡一样将王重和他的使团请了出去。王帐里恢复了安静，耶律烈走回我的身边，他身上那股迫人的气势却尚未消散。他低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被触碰了逆鳞的怒火。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滚烫。后悔吗？他问。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是后悔没有看那封信，后悔没有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我摇了摇头，回握住他的手。不悔，我只庆幸当初离开的是我。耶律烈眼中的怒火渐渐被一种更加深沉、更加灼热的情绪所取代。他反手将我的手按在了他自己心脏的位置，那里心跳如鼓，强劲有力。沈清慈，你记住，这里以后才是你的家。南朝使臣被驱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北境王都，这不但没有引起任何恐慌，反而让所有北境子民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在他们看来，耶律烈的强硬是对他们王后最直接的守护，是我让他们拥有了敢于对南朝说不的底气。我的威望再一次攀上了新的高峰，但我和玄尘国师却从这件事里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书房里，玄尘国师看着于途，眉头紧锁。公主萧焕此举绝非仅仅是儿女情长那么简单，她是在试探北境的态度，也在试探您在北境的分量。我点了点头，接过他的话。如今试探的结果出来了，他知道我不可能再回去了，他也知道我在北境已经站稳了脚跟，甚至拥有了足以影响北境决策的力量。玄尘国师叹了口气，这对他来说是最坏的结果。一个被他亲手推出去的奉命之女，不但没有陨落，反而成了敌国最锋利的刀。他不会坐视不理的。国运之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为了夺回所谓的国运，或者说为了毁掉我们，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我看着舆图上大夏与北境那条漫长而曲折的边境线。国师，北境虽民风彪悍，人人皆可为兵，但我们的短板也很明显，兵器冶炼之术远不及南朝精良，粮草储备方式单一，一旦战线拉长，后勤便会成为致命的弱点，战术谋略也多以蛮力冲锋为主，缺少变化。这些都是我在和耶律烈以及他手下将领的日常交谈中慢慢总结出来的。玄尘国师看着我，眼中满是赞许。公主能看到这些，老臣便放心了。冶炼之术，老臣略知一二。南朝最新的炼钢法是将生铁反复锻打，去除杂质，名为百炼钢。此法耗时耗力，但在北境，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力气。至于粮草，公主的倾注之法，若能稍加改良，用以处理军粮，或可大大延长保存时限。唯有战术谋略，须得从长计议。我与玄尘国师在书房里彻夜长谈，我们将所有能想到的可以提升北境实力的方法都一一写在了纸上，从改良兵器到制造火药，从屯田耕种到建立军工赏罚体系。那张纸上写下的是一个足以让北境脱胎换骨的宏伟蓝图。当我将这份计划交给耶律烈时，这个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第一次露出了真正震惊的表情。他拿着那几张薄薄的纸，手却在微微颤抖。他看了许久，才抬起头，用一种无比复杂的眼神看着我。这些都是你想出来的？我笑了笑，有些是我从书上看的，有些是国师指点的，还有些是我看着你们想出来的。耶律烈，我不想做什么神女，我只想让我的家变得更强，强到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我的家这3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耶律烈心中最后一道门。他眼中的震撼慢慢化为了滚烫的柔情。他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走过来，从身后轻轻地抱住了我，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发顶，声音低沉而沙哑。好，都听你的，从今往后，北境的国库兵马乃至我这条命都交给你，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与此同时，大夏京城东宫王重带回的消息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萧焕的脸上。他将书房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个粉碎。沈清慈，那个他以为柔顺听话、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人，竟然敢如此明确地拒绝他。耶律烈，那个他眼中的蛮夷之王，
竟然敢如此嚣张地挑衅他。嫉妒和悔恨像两条毒蛇，疯狂地啃噬着他的理智。他想起了他为他洗手做羹汤的温柔，想起了他为他处理政务时的聪慧，想起了他在他面前永远清澈明亮的眼眸。那些他曾经不屑一顾的画面，如今却成了剜心刮骨的酷刑。他得不到，他再也得不到了。而他亲手选的沈云柔，此刻正被他禁足在一方小小的院落里，日渐憔悴。他听说使臣被派去北境的消息后，曾燃起过一丝希望。他以为萧焕是要接沈清慈回来，然后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以妹妹的身份继续留在他身边。可他等来的却是萧焕雷霆般的震怒和对自己更加彻底的冷落。他终于明白了，他从来都不是他的选择，他只是他用来逼走沈清慈的一件工具。如今工具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毫不留情地丢弃了。萧焕在废墟般的书房里站了整整一夜。当天光微亮时，他走出房门，脸上所有的不甘和悔恨都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冷而疯狂的平静。他对身边的内侍下达了一道命令：传信给我们在北京的叶押，告诉他们该动手了。既然我得不到，那便毁掉我。要让耶律烈知道，他从我这里抢走的不是什么珍宝，而是一个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灾星。北境的春天生机勃勃，在我的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正在草原上悄然进行。第一批用百炼钢技术锻造出的弯刀，比以往的兵器锋利了不止1倍。改良过的军粮可以储存半年而不变质。我甚至说服耶律烈从各个部落中挑选聪慧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专门负责斥候和侦察的苍狼卫。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和耶律烈的关系也早已超越了君王与王后的名分，我们是战友，是知己，是这片草原上最密不可分的2个人。然而平静的湖面下，来自南朝的暗流已经悄然涌动。最先出事的是王城东边的粮仓，那里储存着我们刚刚制作完成的第一批军粮。一夜之间，一场无名大火将整个粮仓烧得干干净净。负责看守的士兵声称没有看到任何人影，只闻到一股奇怪的硫磺味。紧接着，城外的水源地被人发现投入了大量死去的牲畜尸体，幸亏发现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瘟疫。但恐慌的种子已经开始在民众之间蔓延，一时间流言四起。有人说是南朝的妖女王后触怒了长生天，所以才降下灾祸。有人说王后根本没有安好心，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内部瓦解北境，好为南朝的大军做内应。甚至有人说亲眼看到王后在深夜里对着南方的天空祭拜，嘴里念着听不懂的咒语。这些谣言编得有鼻子有眼，传得越来越广。一些原本对我敬若神明的部落首领，眼神也开始变得闪烁不定。我知道这是萧焕的手段，明着不行就开始来暗的。他太了解人性了，信任的建立需要日积月累，而摧毁它只需要几句精心编造的谎言。耶律烈为此勃然大怒，当场下令将几个传播谣言最凶的人抓了起来，要用军法处置。我拦住了他，堵是堵不住的，你今天杀了这几个，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在背地里议论。我们必须把藏在暗处的老鼠揪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晒在太阳底下。耶律烈的眼中闪着冰冷的杀意。你有办法了。我点了点头。他们既然想陷害我，就一定会留下证据。他们越是想让我身败名裂，就越会把这场戏做得更真更大。我们就将计就计，给他们一个表演的舞台。3天后，是我在北境的第一个生辰。耶律烈下令要为我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邀请所有部落的首领前来参加。庆典的晚宴上，歌舞升平，我作为主角，亲自为每一位到场的首领斟满美酒。轮到一个名叫哈丹的部落首领时，他看着我眼神躲闪，接过酒杯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我心中了然，却不动声色。宴会进行到一半，哈丹突然站起身，指着我大声喊道：王上，王后她在酒里下毒。他话音未落，自己便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震惊、怀疑、恐惧，幸灾乐祸。那些刚刚被压下去的谣言，在这一刻仿佛都变成了事实。几个和哈丹交好的首领立刻拔出刀，将我围在中间。果然是这个南朝妖女，她想毒死我们所有人，杀了她，为哈丹首领报仇。眼看骚乱就要爆发，耶律烈却猛地一拍桌案，站了起来。他没有看那些激动的首领，而是看着我，沉声问道：王后，你有什么话说？所有人都以为他这是在给我最后的机会，我却看懂了他眼神里的信任和配合。我
我缓缓站起身，面对着明晃晃的刀尖，没有丝毫畏惧。我的确下毒了。一句话让全场哗然，就连耶律烈眼中都闪过一丝错愕。我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只是走到那个倒地抽搐的哈丹面前，蹲下身。不过我下的不是致命的，而是一种能让人说真话的药。我从袖中拿出一根银针，轻轻刺入哈丹的指尖，黑色的血滴了出来。我看着他因为惊恐而瞪大的眼睛，轻声说：哈丹首领现在，我问你，是谁让你在宴会上假装中毒来诬陷我的？哈丹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他的嘴巴不受控制的张开，发出了变调的声音。是太子少父王崇大人，他给了我1000两黄金，让我这么做的。他还给了我1包药粉，说是南朝秘药，只要一点点就能让人假死。他还说，只要我成功了，太子殿下就会支持我，成为新的北境之王。他的话像一颗颗炸雷，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所有人都惊呆了。真相竟然是这样，原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构陷。我站起身，目光冷冷地扫过全场。那场粮仓的大火也是你们的人放的吧？哈丹已经彻底崩溃，知无不言。是王大人手下的夜鸦做的，他们就藏在我的部落里。够了！耶律烈发出一声雷霆般的怒吼，他拔出腰间的王刀，刀锋直指那几个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首领。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那几个人脸色惨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头都不敢抬。耶律烈没有再看他们，他大步走到我的身边，握住我因为紧张而冰冷的手，然后他举起手中的王刀，对着帐外下达了让整个北境为之震动的命令。当狼卫听令，立刻随我踏平哈丹部落，把所有南朝的夜鸦给我抓出来，一个不留。他顿了顿，声音传遍了整个王都的夜空，带着血与火的味道。传我王令，大夏萧焕背信弃义，构陷王后，意图颠覆我北境，此仇不共戴天。3日之后，集结所有部落勇士，兵发雁门关，本王要亲自为王后讨回这个公道。耶律烈的王令如同一把烧红的烙铁，深深地烙印在了北境的每一寸土地上。这不再仅仅是君王的征伐，这是为了守护他们的王后，他们的雪山神女而燃起的复仇之火。草原上帝部落像是被唤醒的巨狼，他们从4面8方汇集而来，带着他们最强壮的勇士和最肥壮的牛羊。他们高呼着我的名字，声浪震天。他们说南朝的皇帝弄脏了他们神女的衣角，他们要去雁门关下用敌人的血洗净这份屈辱。我没有待在温暖的王帐里，等待他们带来胜利的消息。我将整个北境的女人都动员了起来，我们日以继夜地赶制军粮，准备草药和绷带。我将从玄尘国师那里学来的急救知识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我告诉他们如何处理伤口，如何包扎止血，如何用最简单的草药应对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病痛。女人们的眼中没有对战争的恐惧，只有一种坚毅的光。他们的男人要去前方为王后拼命，他们就在后方为王后，也为他们的男人守住生命线。出征的前一夜，风雪又起，耶律烈来到了我的帐中，他脱下了象征王权的冠冕，只穿着一身漆黑的战甲，甲胄上还带着风雪的寒意。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我。他的怀抱坚硬滚烫，充满了力量，我能听到他胸膛里那沉稳而有力的心跳声。青瓷，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的厉害。等我回来。我转过身，迎上他深邃的眼眸，那双阴损般的眼睛里除了必胜的信念，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他在担心我。我伸出手，轻轻抚上他被风霜雕刻的愈发硬朗的脸庞。耶律烈，我不等你回来。他身子一僵，眼中闪过一丝受伤，我却笑了笑的灿烂。我要你带着胜利回来，我要你将我北境的战旗插上雁门关的城楼，我要你让南朝的那些人看看，他们当初舍弃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可以翻天覆地的存在。我的话像一团火，点燃了他眼中所有的情绪。他低头狠狠地吻住了我，那不是一个温柔缠绵的吻，那是一个带着血与火气息的，充满了占有和誓言的吻。他仿佛要将我整个人都揉进他的骨血里，带上战场。与此同时，大夏京城，哈丹部落被一夜踏平，夜鸦全军覆没的消息如同惊雷炸响在东宫上空。萧焕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精心策划的构陷，他引以为傲的暗棋，竟然在沈清慈面前如此不堪一击。他不但没能毁掉他，反而给了耶律烈一个最完美的出兵的借口。当北境集结大军，兵临雁门关的消息传来时，整个朝堂都乱了。殿下，这可如何是好啊？北境蛮子倾巢而出，气势汹汹，雁门关危矣。殿下当初为何要行此险招？如今引火烧身，悔之晚矣。那些曾经对他阿谀奉承的臣子，此刻纷纷变了脸色，言语间充满了指责和埋怨。萧焕的脸色惨白如纸，他死死地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了肉里。他想不通，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他明明是天之骄子，是大夏未来的君主，他明明已经得到了他最想要的爱情，将那个爱世的沈清慈送去了蛮荒之地，可为什么他的人生却从那一夜开始一步步走向失控？他想起了国师跌坐在地那绝望的哀嚎。太子，你把奉命之女亲手送出去了。奉命又是奉命，他不信命，他绝不相信他的命运会被一个女人左右。他猛地站起身，眼中闪着疯狂的血丝。传令给雁门关守将赵瓜，让他死守关隘，绝不许后退一步，告诉他援军不日就到。区区北境蛮夷何足挂齿，孤道要看看没有了孤他沈清慈的奉命究竟能有多。他歇斯底里的咆哮在空旷的大殿里回响，殿外的风雪似乎更大了，像是要将这摇摇欲坠的王朝彻底掩埋。雁门关自古便是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道雄关，城墙高耸，壁垒森严，守将赵括是南朝的名将之后，向来以骁勇善战自居，骨子里充满了对北境蛮夷的轻蔑。当耶律烈的大军兵临城下时，他站在城楼上，看着下方黑压压的北境军队，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一群乌合之众，传令下去，弓箭手准备，等他们靠近了，给本将军狠狠的射。他以为这会是一场和他以往经历过无数次的毫无悬念的守城战，北境人只会像没脑子的野兽一样，扛着简陋的云梯一波一波的往上冲，然后被城墙上的箭雨和滚石无情的吞噬。然而这一次他错了，耶律烈的大军在距离城墙足有2里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来，他们没有立刻发起进攻，而是在原地安营扎寨，仿佛是在郊游。一连3天，北境大军都毫无动静，这让赵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惑。这些蛮子在搞什么鬼？他派出斥候去打探，却都有去无回，如同石沉大海。他不知道，我为耶律烈组建的苍狼卫早已像幽灵一样遍布在雁门关的周围。这些在草原上长大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猎手，也是最敏锐的侦察兵。南朝那些穿着笨重铠甲的斥候，在他们面前就像黑夜里的火把一样显眼。第4天天还没亮，就在赵括和他的手下都以为今天又将是平静的一天时，战争以一种他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骤然爆发。一支由苍狼卫组成的骑兵在夜色的掩护下，沿着一条他们从未注意过的险峻的悬崖小路，悄无声息地攀上了雁门关的后山。那里是守备最薄弱的地方。当第一声惨叫划破黎明的寂静时，赵括才惊恐地发现敌人已经出现在了他的城内。与此同时，城外耶律烈拔出了他那把象征着王权的战刀，向前一指，攻城。震天的战鼓声瞬间响起，无数北境勇士如同开闸的猛虎，向着雁门关发起了冲锋。赵括匆忙调集军队，想要先剿灭城内的骑兵，可他手下的士兵在面对那些手持新型弯刀的北境勇士时，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他们引以为傲的铠甲，在那些锋利的不可思议的弯刀面前，脆弱的像纸一样，往往一个照面就被轻易的劈开。鲜血和惨叫在城墙上蔓延，南朝军队的士气瞬间崩溃。而就在此时，城外也发生了让赵括肝胆俱裂的一幕，一支支巨大的箭矢拖着长长的尾焰，呼啸着从北境的军阵中射出。他们的目标不是城墙上的士兵，而是雁门关那扇由金铁浇筑的厚重无比的城门。那是火箭，是我根据古籍上的记载，让玄臣国师和工匠们连夜赶制出来的最简单的工程利器。用油脂和硫磺浸泡过的箭头点燃后能产生极高的温度。一支火箭或许没什么用，但当成百上千支火箭持续不断的精准地射在城门的同一个位置时，量变引起了质变，那扇坚不可摧的巨大铁门竟被烧得通红，甚至开始变形。就在赵括目瞪口呆，无法理解眼前这一切的时候，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根由整颗巨木削成的包裹着铁皮的巨大工程锤，在数十名北境壮汉的推动下，狠狠地撞在了那扇已经变形的城门上。轰！城门破了，北境的铁骑如潮水般涌入了雁门关。赵括看着眼前这颠覆他所有认知的一幕，面如死灰。他知道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他输给了他看不起的蛮夷，更输给了那个他连名字都记不太清的被送来和亲的南朝公主。耶律烈骑着他的黑色战马，第一个冲进了关内，他手中的弯刀一路劈砍所向披靡。他没有去追杀那些四散奔逃的南朝士兵，他径直冲上城楼，一刀砍断了那面代表着大夏王朝的龙旗，然后他将那面绣着苍狼图腾的北境战旗狠狠地插在了雁门关的最高处。战旗在烈烈风中迎风招展，像是在向整个南朝宣告，他耶律烈为了他的王后来了。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雁门关失守1日之内，消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传回京城，如同一场8级地震，撼动了整个大夏王朝的根基。朝堂之上
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官员都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脸色铁青，身体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微微颤抖。他看着跪在下方的萧焕，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慈爱，只剩下冰冷的失望和怒火。1日之内，雄关易主，赵括战死，3万守军或死或降。太子，这就是你跟朕保证的万无一失吗？皇帝将手中的奏折狠狠地砸在了萧焕的脸上，纸张的边缘划破了他的脸颊，留下了一道细细的血痕，但身体上的疼痛远不及他内心的屈辱和惶恐。萧焕跪在冰冷的金砖上，浑身冰凉，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北境那些只会骑马射箭的蛮子，怎么会突然懂得用骑兵，懂得用火攻，懂得用那种闻所未闻的攻城之法？答案只有一个，沈清慈，又是沈清慈，那个女人，她不仅要毁了他，她还要毁掉整个大夏。父皇息怒，一个老臣颤颤巍巍地站了出来，是当朝太傅。北境蛮夷，有妖女相助，其实大涨。老臣以为当务之急并非追责，而是该想对策啊，否则一旦让北京铁骑踏过雁门关，长驱直入，我大夏危矣。他的话点醒了众人，朝堂上立刻乱成了一锅粥。臣附议应立刻增兵夺回雁门关。增兵？拿什么增？国库空虚，拿什么做军饷？臣有一计，那妖女本是我大夏之人，其父沈相，其族人皆在京城，可将沈家满门下狱，以此要挟那妖女，逼迫北境退兵。这个阴毒的计策一出，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附和。没错，他再心狠，总不能不顾念生他养他的家族吧？萧焕的眼睛猛地亮了。对啊，沈家他还有沈家这张牌，沈清慈，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能在北境呼风唤雨吗？我倒要看看，当你的父母族人都因为你而要被满门抄斩的时候，你还能不能那么冷静，那么决绝？他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立刻抬起头，声音急切：父皇儿臣以为此计甚好，沈清慈虽已嫁去北京，但其根仍在我大夏，只要将沈家控制在手，不怕他不乖乖就范。皇帝看着他那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眼中的失望更浓了。一个储君不想着如何排兵布阵收复失地，却想着要用这种下作的拿臣子家人做要挟的手段。他这个儿子已经被嫉妒和悔恨彻底冲昏了头脑，但眼下这似乎也确实是唯一能够快速遏制北境攻势的办法。皇帝疲惫地闭上了眼睛，挥了挥手：准了，传朕旨意，沈家满门以通敌叛国之罪，尽数打入天牢。听候发落，你只派人立刻送去雁门关，交给那个逆女。圣旨一下，整个京城再次为之震动。沈府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襄府，一夜之间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囚徒。沈相被从朝堂上直接拖走，他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一生忠君爱国，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沈云柔，那个被禁足在东宫别院，早已被萧焕遗忘的女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疯了一样的冲出院子，想要去找萧焕求情，却被守卫无情地拦在了门外。他跪在地上，凄厉地哭喊着，咒骂着，骂萧焕的无情，骂沈清慈的狠毒，也骂自己当初的愚蠢。他终于明白了，从他生出取代姐姐的念头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输了。他以为自己嫁的是爱情，是荣华富贵，可到头来他得到的只有无尽的冷落和家破人亡的结局。他只是萧焕手上一件用过即弃的最肮脏的工具，而此刻一匹快马正带着皇帝的圣旨和萧焕的亲笔信，不分昼夜的向着雁门关的方向疾驰而去。信上的内容简单而残忍：沈清慈，朕命你3日之内自负于雁门关下，弃降求饶，否则3日之后，沈氏一族300余口将因你满门抄斩，鸡犬不留。萧焕相信这一次他赢定了，他要让沈清慈跪在他的面前，他要让他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主人，他要让他为他的背叛付出最惨痛的代价。那封来自大夏京城的圣旨是在一个晴朗的午后被送达雁门关的。彼时我正和耶律烈一起在城楼上视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北境的工匠用我提供的图纸建造出了第一架小型的投石机，虽然简陋，却足以让所有北境将领看得两眼放光，喜悦和希望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就在这时，一个来自南朝的使臣在几个北境士兵的护送下被带上了城楼。他穿着大夏的官服，脸上带着一种被刻意维持的摇摇欲坠的倨傲。他看到我，又看了看我身边的耶律烈，清了清嗓子，展开了手中的黄绸。圣旨在此，北境王后沈清慈跪下接旨。他的声音尖利而刺耳，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所有北境将士的目光都变得冰冷而危险，像是一群被触怒的狼。秃骨的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刀柄上，耶律烈的眼中更是迸发出了骇人的杀意。他只需要一个眼神，这个不知死活的南朝使臣就会被立刻撕成碎片。我抬起手拦住了他，我平静地看着那个使臣，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在北境的土地上，只有北境的王和北境的王后，没有需要对南朝圣旨下跪的人。你可以念了。
了。我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那使臣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却不敢再多言。他用一种近乎怨毒的目光瞪了我一眼，然后用他那尖利的嗓音高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诏书的内容简单而残忍。沈家满门300余口，因我通敌叛国，尽数下狱，限我3日之内自缚于雁门关下，启降求饶，否则3日之后，沈氏全族人头落地。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狠狠地扎进在场所有人的心里。宣读完圣旨，那使臣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冷笑。这是太子殿下给你的亲笔信。秃骨一把夺过信，呈给了我。我没有立刻打开，我能感觉到周围那些北京汉子们看我的眼神已经变了，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崇拜和敬畏，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一丝疑虑，甚至是一丝警惕。我是他们的神女，他们的王后，但我的根毕竟在南朝。如今南朝用我最亲的族人来要挟，我会怎么选？我会不会为了救我的家人而出卖北京的利益？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们开始怀疑。我沉默地撕开了信封，信是萧焕的笔记，力透纸背，字里行间充满了快意和高高在上的施舍。他说，只有我乖乖的回去跪在他脚下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或许可以大发慈悲，饶我沈家一条生路。他还说，他一直等着我东宫太子妃的位置，他一直为我留着。他说，耶律烈不过是个蛮夷，北京那片荒芜的土地怎么比得上大夏的锦绣繁华？他说，回来吧，青瓷，回到我的身边，这才是你真正的宿命。我看着那封信，忽然笑了，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都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这么天真，这么自以为是。他以为他还拿捏着我的命脉，他以为我还是那个会为了他一句虚无缥缥的承诺就奋不顾身的沈清慈。他永远也不会懂，当我换上和亲嫁衣的那一刻，沈清慈就已经死了。现在的我是北境的王后，是耶律烈的女人。我抬起头，环视着周围所有的人，我看到耶律烈紧握的双拳和眼中那压抑的几近毁灭的风暴，他也在等我的答案。他把选择权完完全全的交给了我，哪怕这个选择可能会让他失去一切。我深吸一口气，将手中的信递给了他。你看你的情敌好像有点愚蠢。我用一种轻松的近乎调侃的语气说道。耶律烈接过信，快速的扫了一眼，然后他眼中的风暴奇迹般的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深沉的足以将人溺毙的温柔。他没有说话，只是将我紧紧的拥入了怀中。我将脸埋在他的胸膛，听着他有力的心跳，感受着那让我心安的温度。许久我才抬起头，看向那个已经呆若木鸡的南朝使臣。我的声音通过他传向千里之外的京城，传向那个自以为是的男人。你回去告诉萧焕，3日之后我会亲自去京城，但不是自负请罪。使臣的眼睛亮了一下，似乎看到了希望。我看着他缓缓的一字一句的说完了我的后半句话。我是去接我的家人回家，如果我的家人少了一根头发，那么我北京的铁骑将会踏平整个大夏，让你们整个萧氏皇族为我沈家300余口陪葬。我的声音在雁门关的城楼上久久回荡，带着来自极北之地的凛冽寒风和不死不休的血色宣言。我的宣言通过那个吓破了胆的南朝使臣，以最快的速度传回了京城。萧焕在收到我的回信时，据说当场气得吐血3声。他大概从未想过，这世上竟会有女人敢用如此狂妄的语气对他说话。他更未想过，我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以一种更加强硬的姿态向他宣战。他下令将沈家300余口全部押上京城之外的刑场。他要用一场最盛大、最残忍的公开处刑来回应我的挑衅。他要在天下人面前将我的尊严和我沈家的骨血一起碾碎。消息传来，整个北境为之哗然，所有部落的首领都聚集到了我的王帐之中。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再也没有了丝毫的怀疑，取而代之的是同仇敌忾的怒火。王后，您下令吧，南朝皇帝欺人太甚，我们跟他们拼了。没错，我北境的王后岂容南朝小儿如此欺辱？我们愿追随王后，踏平京城，救出您的家人。他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昂。我看着他们一张张真挚而愤怒的脸，心中涌过一阵暖流。我压了压手，示意他们安静。京城是必须要去的，但不是踏平，那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不想让它生灵涂炭。我只要我的家人平安归来，我只要那个该死的罪魁祸首付出他应有的代价。我转向耶律烈，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我需要一支军队。耶律烈笑了，他的笑容带着朗朗的野性和纵容。整个北境都是你的军队，你想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哪怕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为你摘下来。3日后，我脱下了王后的华服，换上了一身玄色的紧身皮甲，将长发高高竖起。我亲自挑选了3万北境最精锐的骑兵，没有累赘的辎重，没有多余的粮草。我们一人双马，带上足量的肉干和马奶酒，
如同一阵黑色的旋风，向着京城疾驰而去。我们日夜兼程，人歇马不歇，原本需要半个月的路程，我们只用了5天。当我们出现在京城之外时，那座巍峨的城池仿佛还在沉睡之中。城墙上的守军看到我们那面迎风招展的苍狼战旗，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到震惊，最后变成了彻骨的恐惧。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北境的军队怎么会如神兵天将一般出现在了这里。警钟被仓皇的敲响，整个京城瞬间从睡梦中惊醒，陷入了一片巨大的恐慌和混乱。而我们只是在城外安安静静的安营扎寨，我们没有攻城，甚至没有做出任何挑衅的举动，但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威胁。萧焕得到了消息，他带着文武百官仓皇地登上了城楼。他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骑在黑色战马上一身戎装气势凌厉的我，也看到了我身后那一片黑压压的如同死神镰刀般的北境铁骑。他的脸色煞白如纸，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我知道他在害怕。城楼下，耶律烈陪在我的身边，他低声问我，要现在开始吗？我摇了摇头，不急，让他再多享受一会儿高高在上的感觉，等他从云端跌落的时候才会摔得更疼。我们在城外等了1天，这1天里，京城的9座城门全部紧闭，城内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朝堂之上更是吵得不可开交，主战派和主和派几乎要打起来。萧焕焦头烂额，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因为他所有的底牌都已经在雁门关被我一一掀翻，他现在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第2天清晨，当第1缕阳光照亮大地时，我终于有了动作。我没有下令攻城，我只是让玄尘国师带着几个嗓门洪亮的士兵走到了城墙下。玄尘国师一身星象道袍，仙风道骨，他看着城楼上的萧焕，看着那些惶恐不安的文武百官，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却又足以让半个京城都听到的声音朗声说道，紫薇暗淡，地星蒙尘，太子萧焕为一己私欲颠倒黑白，罔顾人伦，亲手将身负国运的奉命之女送于敌手，又以其家人为要挟，倒行逆施，致使天怒人怨，兵临城下，此乃无道之君，亡国之兆啊！他的话如同一道道惊雷，在每个人的头顶炸响。奉命之女，亡国之兆，这些最能牵动人心的词语，通过国师这位最权威的人士之口，清晰地传遍了整个京城。城墙上萧焕的脸已经不能用惨白来形容，他指着玄尘国师，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谣言惑众，一派胡言。紧接着，我又有了第2个动作，我让手下的士兵将我们从哈丹部落缴获的那些南朝夜压的信件，以及哈丹本人的亲笔供词，用投石机一捆一捆的射进了京城里。那些信件和供词清清楚楚地写明了萧焕是如何收买哈丹，构陷于我，又是如何指使夜压在北京制造混乱的。铁证如山，京城的百姓炸开了锅，他们终于明白这场战争究竟是因何而起。原来不是北京蛮夷主动挑衅，而是他们的太子殿下为了对付一个被他抛弃的女人，不惜用整个国家的安危去做赌注，民心开始动摇。我看着城楼上那个已经摇摇欲坠的身影，知道是时候进行我最后的第3个动作了。我缓缓地催动了胯下的战马，独自一人走到了阵前。我抬起头，目光越过高高的城墙，直直地刺向了萧焕。萧焕，我喊出了他的名字，声音不大，却冰冷刺骨。你不是要我自负于你面前吗？现在我来了，你敢开城门出来见我吗？我的声音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萧焕的脸上，也抽在了整个大夏王朝的脸上。城楼之上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萧焕的身上。他敢吗？他当然不敢。他如果敢开城门，迎接他的将是我身后3万北境勇士的怒火。他只能色厉内荏的站在城楼上，指着我，无能狂怒。沈清慈，你这个叛国逆贼人的耳诛之阵，要将你千刀万剐，将你沈家满门抄斩。他的咆哮在我听来只觉得可笑，一个连城门都不敢出的懦夫，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狠话？我没有再理他，我的目光转向了城楼的另一侧，那里被临时搭建起了一个高高的刑台。我的家人沈氏一族300余口被士兵们推搡着押上了刑台，他们穿着囚服，戴着枷锁，面容憔悴，但他们的脊梁却挺得笔直。为首的是我的父亲沈相，他看着我，这个他曾经最引以为傲的女儿，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责备，只有欣慰和决绝。萧焕见我不理他，愈发癫狂，他抓过一个士兵手中的长刀，抵在了我父亲的脖子上。沈清慈，你再看一遍，你如果再不跪下投降朕，现在就杀了他。他以为这是他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他错了。我看着他忽然笑了，那笑容明艳灿烂，却带着一种冰冷的
彻骨的悲悯。萧焕，你知道吗？从我坐上那顶去和亲的花轿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沈家世代忠良，为大夏鞠躬尽瘁。我沈青瓷作为你的未婚妻，循规蹈矩，从未行差踏错一步，为什么最后被舍弃的会是我们？我的声音清清楚楚的传遍了整个刑场。后来我去了北京，我才明白，因为我们太好用了，好用到可以被你随意牺牲，随意践踏，好用到在你犯下滔天大错之后，还要被你拖出来，当成你威胁别人的筹码。我们沈家的忠诚，在你的眼里一文不值。我深吸一口气，声音陡然拔高。既然忠诚换不来善待，那我沈家从今日起便不忠了。说完，我从马鞍上取下了一张弓，那是我在北京亲手做的第一张强弓。我弯弓搭箭，箭头对准的不是萧焕，而是我父亲胸口上那块代表着沈字的球牌。所有人都惊呆了。耶律烈猛地抓住了我的手，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青瓷，你……我看着他，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我看向刑台上的父亲，用只有我们父女才懂的眼神，无声的交流。父亲看懂了，他冲着我缓缓的点了点头，然后他闭上了眼睛，脸上露出了一个解脱的笑容。嗖，箭离弦而出，带着破空的呼啸，精准的射碎了我父亲胸前的那块球牌，也射碎了沈家与大夏之间最后的一丝羁绊。下一秒，父亲用尽全身的力气挣脱了身边士兵的束缚，他转过身，面对着身后的沈家众人，高声喊道：沈氏子孙听令，今日我沈家不为大夏之臣，不为萧氏之奴，我们只为自己，为青瓷，为北境的王后而战。说完，他猛地撞向了萧焕。这一幕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萧焕被我父亲这悍不畏死的举动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的后退。他脚下一个踉跄，从高高的城楼上跌了下去，像一个破布娃娃，砰的一声摔在了冰冷的城墙根下，血从他的身下慢慢的流了出来。全场死寂。紧接着，刑台之上，沈家的男丁们如同被唤醒的雄狮，他们怒吼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撞向了那些目瞪口呆的士兵，与他们厮打在了一起。整个刑场乱成了一团。而就在此时，京城的城门从内部缓缓地打开了，几个忠于沈家的旧部和一些再也无法忍受萧焕暴政的将领选择了在这一刻起义。我高高的举起了手中的长弓。北境的勇士们，冲锋，接我们的家人回家。杀！3万铁骑如同开闸的洪水，怒吼着冲向了那洞开的城门。那一天，大夏的京城变天了。皇帝惊闻太子坠楼身亡，当场中风不省人事。其余的皇子为了争夺皇位，自相残杀，乱作一团。整个大夏王朝从内部开始分崩离析。而我没有去理会那些权力的纷争，我带着沈家的300余口，带着耶律烈，带着所有北境的勇士，在京城百姓复杂的目光中，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我们回到了北境，回到了那片属于我的广袤的天地。我用南朝带来的先进技术，结合北境的资源，帮助耶律烈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王朝。我们废除了奴隶制，推行教育，鼓励农商。这片曾经贫瘠荒凉的土地，在我们的手中焕发出了璀璨的光彩。许多年后，当我站在王宫最高的塔楼上，看着下方繁华的都城和远处一望无际的丰饶草原，耶律烈从身后轻轻地拥住了我。王后在想什么？我笑着靠在他的怀里。我在想，当年的国师好像算错了，什么奉命之女，身系国运，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奉命？所谓的命运，不过是当所有人都放弃你的时候，你没有放弃你自己。耶律烈吻了吻我的发顶，声音低沉而温柔。不，他没有算错。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郑重无比。你不是身系一个国家的国运，你本身就是我整个世界的国运昌隆。我笑了，转身回吻住了他。北境的风吹过草原，带来了新生。真正的风早已归北，不是为了焚烧一个旧的王朝，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王国。